MCU 第4阶段失败了吗？相信这是所有粉丝心中的共同疑问，也是最众说纷纭的一个问题。除了常见的终局之战后再无漫威，以及现阶段还在发展中的意见交火外，疫情来袭、创意分歧、政治正确、高层风波等复杂连带因素，更让讨论陷入罗生门。当然，俗话说得好，只要你觉得好看，那就是好电影。成功与否，往往也难以用观感或票房就能决定。所以，与其举一大堆例子去定义第4阶段的成败，今天的影视随便聊，我们更想聊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 MCU 第4阶段的评价如此褒贬不一？我们又能从中观察到什么影视圈的现状呢？以下不仅会探讨 MCU 第4阶段的核心问题与困境，更会涉及你可能不知道的迪士尼换帅宫斗风波，内容保证精彩，还请准备好爆米花。让我们回到2019年开始说起吧。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本频道致力推广影视作品背后更多的可能性，内容包含深度点评、影剧推荐、影视趣闻，以及各种技术解析，不定期还会有超可爱猫猫彩蛋与你作伴哦。如果你也跟我们一样喜欢电影，就请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努力更新的最好动力哦。你是否还记得那个夜晚，跟着一群不认识的观众塞满整个电影院，目不转睛地盯着硕大的荧幕，时而张嘴惊呼，时而屏气凝神，时而热泪盈眶。当见证了长达10年、3个小时的传奇谢幕时，那种无以言表的感动充斥在心中的感受，这就是当时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带给我的深刻印象。但好景总是不长，如果你有在看一些体育赛事，应该会明白，真正困难的不是拿下第1座冠军，而是如何维持水准继续卫冕。对一步步建立起宇宙版图与改写整个电影产业的漫威而言，第4阶段正是创造巅峰后的关键分水岭。能否在钢铁人、美国队长2大元老隐退的情况下续写辉煌，不仅是漫威掌门人凯文·费吉的挑战，也是母公司迪士尼拓展串流媒体业务的重要拼图。单从作品名单来看，第4阶段确实值得期待。不仅有粉丝敲碗已久的黑寡妇独立电影，还有奇异博士2、蜘蛛人无假日、雷神索尔4、黑豹2等熟面孔可以撑住场面。新登场的上汽、永恒族也为系列带来新的气象。多达8部的影集和2部特别节目也可以让世界观更加丰富。联动影集的做法也可以让叙事方式不受限于电影篇幅，得以更加深入且细致地塑造角色和故事，同时为刚上线的 Disney Plus 打下良好的根基。然而，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随着作品的不断问世，观众逐渐意识到不对劲，不仅剧情和画面质量明显的下滑，许多老英雄更被安排成引出新英雄的工具人，故事间也明显出现断裂感，不再有过去人物和事件不断堆叠的环环相扣。萨诺斯事件更仿佛没存在过似的，仅出现在少许的对白和剧情之中。尽管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要维持终局之战的高度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任务，但落差太大的现实依旧不禁让人想问，漫威究竟怎么了？而归根究底，其实都跟一个人脱离不了关系，也就是2020年新上任的迪士尼 CEO 鲍勃·查佩克。2020年2月，迪士尼大刀阔斧地宣布将由鲍勃·查佩克接替鲍勃·艾格成为新任 CEO。鲍勃·艾格是谁？他不仅是执掌迪士尼超过15年的传奇人物，一手将迪士尼的股价翻了5倍，更主导了收购皮克斯、漫威、卢卡斯和福斯影业的重要决策。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独霸娱乐产业的老鼠帝国。老鼠。虽然当初的换帅决定令不少人感到错愕，毕竟前一年底 Disney Plus 才刚上线，查佩克之前的经历多在迪士尼乐园、度假村等实体的项目，对影视产业并没有多少琢磨。但艾格依旧力挺查佩克，而股价也在今年一波断崖后回稳。外界普遍认为市场对迪士尼的信心来自串流媒体的成功，在查佩克的带领下， Disney Plus 对领头羊 Netflix 急起直追，
更在2022年8月订阅数正式超越 Netflix， 在全球坐拥超过 2.3 亿的用户。只是串流媒体的快速增长可能并非查佩克的本意，而是时势所逼。因为人算不如天算，2020年一件牵动全球的重大事件毫无预警的爆发了。COVID-19 不仅重创了许多实体产业，也严重影响以院线为主的电影产业。第4阶段的首部电影《黑寡妇》直接被延期到了2021年的7月。对刚接班 CEO 和实体业务起家的查佩克而言，压力可想而知。为了平衡收支，Disney Plus 在《黑寡妇》上映的同时同步上架电影，结果此举导致史嘉蕾·乔韩森一状将迪士尼告上法院。许多观众不知道的是，演员在签合约时不一定会拿固定的片酬，有时会采取从票房分润的方式，也就是票房越高，演员的片酬也越高。这样不仅制片方可以将成本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演员也可以从中获利。所以一般来说，为了不影响院线的成绩，串流媒体都会在上映约90天后才上架影片。所以查佩克的这个决策才会让寡姐如此的不爽，因为这无疑是打破了双方的业内潜规则。知名导演诺兰也曾经因为华纳同步上架院线电影到 HBO Max 的决定，与合作长达18年的老东家决裂。虽然双方于事发2个月后和解，但迪士尼回应寡姐提告时所说的对新冠大流行影响的无情漠视，无疑像极了冠老板口中所说的那些共体时间的言论，让漫威第4阶段一开头便蒙上了阴霾。然而查佩克的错误决策可不仅如此，在2022年他还差点让奥兰多迪士尼乐园关门大吉。事情是这样的，当时佛州参议员乔阿丁发起家长教育权利法，禁止该州小学实施性别多元教育，又被称为 Don't Say Gay 法案。这个法案立刻引起轩然大波，许多业界人士都第一时间出面反对，其中就包含前任 CEO 艾格。但查佩克却没有及时发表声明，原因是当地迪士尼乐园和佛州政府签订一条自治条约，让乐园以提供电力、水、道路和消防等市政服务，换取自行征税和发行债券的权利。简单来说，就是个独立特区。查佩克怕反对法案会导致彼此关系破裂，进而影响因为疫情损失惨重的实体业务。但身为全球指标性的娱乐企业，却公然将利益置于人权之上，这个举动马上就让迪士尼成为众矢之的。迫于压力，查佩克只能在法案通过后公开道歉，并暂停对佛州正式人物提供资金。结果6月，佛州就通过法案，取消迪士尼的自治权利。查佩克此举可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再加上2020年为了提高收入，迪士尼不断调涨乐园的门票，虽然确实让收入有了明显的提升，却引起许多游客的不满。对原本就需要勒紧裤带过活的民众来说，快乐的乐园之旅简直就像是被强收了一笔奢侈税。查佩克甚至还在财报会议中用不受欢迎的客人一词嘲讽购买了年票，可说是迪士尼最忠实信徒的铁粉们，只因为他们大多不会有其他的住宿或饮食消费。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平权争议，都让迪士尼尽管在这2年疫情期间依旧稳坐娱乐产业龙头的宝座，信誉和名声却不断的下滑。更要命的是，查佩克交出最好成绩单的串流媒体领域，在2022年的盈利其实也不如预期，甚至可以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了让串流媒体服务能顺利推进，查佩克一举裁掉了 2.8 万名迪士尼乐园员工，将成本投入串流媒体服务。但他急于让订阅人数增长，却忽略了变现率和使用体验的重要性。光是漫威第4阶段的影集，每部成本至少都是 1.5 亿美金起跳，但回报可能就只是几十万的新增用户。2022年第4季财报，光是串流媒体的服务亏损就高达 14.7 亿美金，让迪士尼股价创下21年来当日最大的跌幅，市值一天就蒸发了200亿美金。相比起被超越订阅却依旧盈利了 5.5 亿美金的 Netflix， 查佩克的操作无疑是伤敌800自损1000，更别提过去3年总计超过80亿美元的亏损了。这样的结果也吓坏董事会，在2022年11月21号无预警卸任查佩克，转而让前任 CEO 艾格回归，希望借此稳住混乱的局势。看到这，或许你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心想说这么多到底跟漫威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嘛，关系可大咯。我们从上述经过就可以大致了解，对查佩克来说主要有3大挑战。第一，做出成绩，建立自己的管理方针。第二，疫情冲击，让迪士尼走出收入泥沼。第三，串流上线，与 Netflix 竞争，稳住影视的地位。那么查佩克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就直接说结论吧，就是尽可能的从现有资源谋取更多的利益。不仅在疫情期间大举裁员，强行提高乐园门票收入，同时也试图利用他们旗下最赚钱的项目漫威，更准确来说 MCU， 尽可能的提高收入。然而这么做的代价却是可能牺牲长久建立起来的基础。很多人会认为第4阶段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主线，但这其实只是结果，并不是原因。因为第4阶段本来就计划像第1阶段一样，是对后续的重新铺陈，所以故事相对独立是很正常的。那么什么才是 MCU 第4阶段的核心问题呢？我认为有且仅有的一个，就是不再重视角色塑造。回顾前3阶段，尽管时常被调侃故事公式化、人物平面刻板，但至少每位英雄都有鲜明的性格与特色，演员也都是饰演这些角色的不二人选。对英雄题材的电影来说，不论是什么风格、能力或延伸的命题，一定都无法脱离英雄对抗反派的剧情公式。这并不是指英雄电影就只能有一种说故事方式，而是英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从对抗反派的过程中展现何谓正义的价值观，借此鼓舞观众。所以角色自然就是这类故事的最关键因素，英雄和反派都是如此。但从第4阶段开始，几乎每部电影看完后都让人想不起主角到底是谁。不说新出场的上汽和永恒族，虽然这2部我只记得梁朝伟和大到靠背的天神族，就连原本应该是最关键的奇异博士也变成漫威最佳奶爸，前有蜘蛛人，后有美国小姐，还要处理黑化的汪达。他个人的部分却只聚焦于爱情，这个他在第1集就已经面对过的遗憾，没有失去至尊法师身份的迷惘，没有对抗沙诺斯后的未雨绸缪，应该正式展开的多重宇宙，也仅在片尾跳出个不知所以然的克利，更别提索尔浩克这2大元老了。算了，就这样吧。在我心中，《爱与雷霆》就是一部不存在的电影，唯一让我怀念的可能就只剩下索尔屁屁了。至于浩克，反正这个角色从复联2后就已经回不去了，还会有人在意他为什么忽然多一个从清朝来的儿子吗？ Oh my！ 回顾所有第4阶段的电影，还肯在角色上下功夫的，大概就只剩下蜘蛛人无家日和黑豹2瓦干达万岁了。前者虽然被批评除了3重头关外一文不值，但至少为汤姆版蜘蛛人做了非常好的安排，不仅让他完美继承前人的衣钵，也让我们见证他是如何从一个懵懂的少年一路成长到独当一面的英雄，绝对比现在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新人们好太多了。后者则是在查德威克·鲍斯曼离世的前提下，为他送上最真诚的道别，也在格局和深度上做出创新，让黑豹这个英雄不仅限于某个人物，而是瓦干达这个国度的精神缩影，同时也创造出纳摩这个第4阶段最有魅力的反派。影集部分，除了洛基和汪达幻视外，其他几部也都处于定位不明的状态，不是明显为了铺成后续作品或带出新角色，不然就是为了表明某种立场，忽略角色的刻画。这边必须先强调，我们完全不反对政治正确，也不认为影视作品结合社会议题有什么问题。问题是，作品如果只是为了正确而正确，没有考虑角色自身的逻辑和面对的困境，那么不仅起不到让人反思的用意，反而会让被影射的族群感到被冒犯，观众也会觉得多此一举。而众所周知，漫威是非常善于观察粉丝喜好的，采纳回馈调整剧情也是行之有年的操作。最成功的案例莫过于终局之战最后的那一句 Iron Man， 不仅让前3阶段形成完美的前后呼应，
更为钢铁人画下最符合他的结局。但是到了第4阶段，会发现这些所谓符合观众期待的巧思，大多都沦为上映前的炒作和彩蛋作用。当然，这也是漫威的常规手段了啦。不过在前3阶段，至少还会知道这些彩蛋的用意，大概能预测与后续作品的连结性在哪。第4阶段则变得像是在玩弄观众。没错，我这里在指的就是光照会，这个在漫画中重要性比肩复仇者联盟的组织，却像是小喽啰般挂得一文不值。尽管可以用一句多重宇宙和绯红女巫太过强大轻松带过，却无法消除观众心中对这些角色的廉价印象。试想后续安排 X 教授、惊奇先生再次登场，观众还能严肃地看待他们吗？更严重的影响是，因为剧情随时可能调整，补拍和后期重做对漫威可是家常便饭。这点在黑豹时就已经出现过了。据传最后的打戏之所以那么糟糕，就是因为后制人员都被调去支援更重要的无限之战了。这个顾忌在疫情来袭和查佩克说他串流媒体的政策下，情况越发不可收拾。去年7月就陆续有多名特效师匿名爆料漫威压榨的消息，他们不仅要求一次提交3种不同的版本，还曾在上映前1-2个月将第3幕全部推倒重来。要是无法达成，可能就会再也接不到相关的工作。于是特效师们只能拼命的加班。试想，如果你是个特效师，辛苦赶工出来的成果被观众喷成垃圾，甚至被该作品的导演嘲笑，你会有什么感受呢？当然，这并不只是漫威的问题。说实话，目前整个影视产业对后制人员都不够尊重，观众对相关产业的认知也严重的不足，甚至会将他们视作廉价的劳工。销价竞争和超时工作简直就是特效的代名词啊！如果有机会，我们再好好聊聊特效行业到底有多血汗吧。纵观上述的状况，会发现几乎都符合查佩克的经营理念，变本加厉的政治正确，炒作话题的彩蛋元素，不顾品质的生产线作业，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在后复仇者联盟时代榨取更多的价值。结合查佩克去年提到在迪士尼收购漫威以前，根本没有人知道那些超级英雄是谁的言论，可以合理的推测，漫威第4阶段之所以对角色不再重视，正是因为演员的片酬太高。对于资金吃紧的迪士尼来说，再付给一个演员高达7500万的片酬，显然是天方夜谭。但要知道，这个演员可是一手撑起半个漫威的小劳勃道尼啊！这不禁让我想起在《黑亚当》这部影片提到的华纳各种神奇操作。想了解的朋友可以点选右上角资讯栏去观看，内容保证精彩。不过话又说回来，查佩克真的就像第4阶段评价下滑的罪魁祸首吗？倒也不能如此盖棺定论。没有坐过相同的位置，就无法理解对方的辛苦。光是能勇于接下 CEO 的职位，并在疫情期间依旧不离不弃，我想就已经足够令人佩服了。虽然诸多言论和策略确实不够圆滑，却也都是为了公司着想的决定。不过有时命运就是如此，上天给了你机会，同时也在挑战你如何克服自身的缺陷。长期与实体业务打交道的查佩克，对行销的理解就是运用 IP 包装商品并销售出去。但他没有理解的是，比起票房的好坏，影视作品更看重的是如何与观众建立情感连结。对于从动画产业起家的迪士尼来说，这也是他们能延续超过半世纪成功的命脉。所以查佩克的一系列操作，尽管从公司管理和危机处理的角度是合理的，其代价却可能让迪士尼长久累积的优良形象毁于一旦。而正如我们分析查佩克时不该只从观众的角度切入， MCU 第4阶段也并非一些人论所说的一文不值。除了请来赵婷和山姆雷米为系列注入文艺和恐怖的风格，故事也不再仅限于单纯英雄战胜反派的套路，而是融合了更多不同立场与价值观的辩证。虽然就评价来看，这些尝试并没有很好的为作品加分，结局也时常被调侃成是强行洗白反派，但就像开头时所说的，观感并不能完全代表作品的好坏。同样的，一个系列要长久经营下去，关键也不是一直端出观众习惯的内容，而是不断尝试做出改变。虽然改变不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但没有改变，也就不会有改善问题的可能。
而现在，漫威也再次做出改变。艾格回归 CEO 之后，立刻就与凯文·费奇决定延期《回声》、阿加莎混沌女巫团、假如第二季和漫威丧尸4部作品。2023年将会只有3部电影和3部影集问世。就艾格的话来说，他们将检讨第四阶段作品太多，压缩制作周期，导致品质下降的问题，重新回到以品质为最优先级的制作原则上。从2月15号就要上映的《蚁人3：量子狂热》以及后续《星际义工队》的预告来看，故事确实走向较为明确和沉重的路线。大反派征服者康也将正式向英雄们发起挑战。至于成效会如何呢？就让我们等到电影上映后再好好聊聊吧。那么今天的影视随便聊就先到此告一段落啦。要一次整理3年多的资料真的不容易，也花了很多时间取舍内容，所以也有很多细节没有提到。原本还想顺便回顾第4阶段的剧情，但真的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再说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爬文或看相关的影片哦。对这样的影视情报分析影片有什么想法，都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也可以分享你对漫威后续发展的想法。最后也想问大家，如果要选3部你最喜欢的第4阶段作品，你会选哪3部呢？我自己应该会选黑豹2、蜘蛛人无家日和洛基吧。理由也很简单啦，因为这几部都是我少数有2刷的漫威作品。之后也会在《蚁人3：量子狂热》上映后推出相关的影评，下部影片很快就来，就让我们不见不散啦！如果你觉得我做的不错的话，请帮我按赞和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之后的更新哦。电影不只是娱乐，也是各式人生的缩影，它来去之间总会有个画面令你驻足。欢迎各位爱电影、爱人生的朋友来与我们一同学习这门平凡且伟大的艺术。电影学，学电影，我们下回再见喽。